在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之后，美国陆军现在也跑出来瞎吵吵，说什么2023是阻止解放军收复台湾的关键之年。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财户，我是虎妞。美国陆军的文武高官又开始炒作台海问题了。美国陆军部长克里斯汀·沃姆斯和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查尔斯·福林在最近的防务论坛上表示，2023年是培训美军新能力和武器装备的一年，也是美国军队以遏制中国大陆武统台湾的关键年份。尽管亚太前沿地区被认为是美国海军和空军的主场，至于旱鸭子的美国陆军，还是需要美海空军的运输装备才能够随意移动。美陆军部长表示，陆军的第一支远程高超音速武器部队将成为陆军第一支多域任务部队，目前正在训练。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则认为，尽管美国及其盟友在中国大陆收复台湾的事情上努力劝阻，但解放军俨然为更大规模的冲突做好了准备。而且对台登陆作战是相当麻烦的一件事，要想成功进行一场联合登陆作战，必须有一支非常专业、训练有素、领导有方的部队。解放军正在努力训练，而美国军队现在到了是为防止这种事件发生而采取行动的时候了。美国陆军文武高官炒作台海问题这事儿可谓是少见，但是可见美国各军种全拿台湾问题来碰瓷儿来了。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司令表态，中美在2025年会因台海将爆发战争。美国中情局局长则炒作2027年，这次陆军又炒作2023年，可见为了从朝堂之上争夺军费分配，他们已经不惜胡说八道，也要争夺到底了。不过台海问题说到底和美国陆军没有什么关系，无论是在各种兵推还是演习中，一旦台海爆发冲突，主角是美海空军，根本没有美陆军什么份儿。以大陆解放军的能力而言，不可能坐看美海空军向台岛运输陆军兵力。而且以解放军强大的打击手段，美军根本没有能力控制台海附近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就更遑论派遣陆军支援了。因此美国陆军在台海战事中就是二流角色。同时美国军方的炒作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意图，怕不是又以此为引子向国会要钱，加速建设超音速导弹部队。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此前一直在采取模糊战略，即一方面声称坚定支持台湾的安全，另一方面又试图避免与中国大陆爆发全面军事冲突。这种双标战略让人搞不懂美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真实意图。模糊战略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得到了明显的强化，而拜登政府也没有改变这一基本路线。尽管拜登多次表态将会支援甚至是派兵干预台海问题，但是白宫每次都给他灭火，可见目前美国还不敢明面上挑战一中原则。因此美国军方通过宣称2023年是阻止中国武统台湾的关键年，来加强其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一方面是为了让台当局更加依赖美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中国大陆施压。此举会进一步加剧两岸关系的紧张，增加军事冲突的风险。所以说美方的言辞和举措不仅不能缓解台海紧张局势，反而可能引起更大的风险。首先，美方的所谓阻止和抗衡是建立在对中国大陆军事意图和战略意图的误读和夸大之上。中国一贯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政策，但同时也明确表示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的军事建设旨在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而不是侵略他国。尽管解放军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主动发起战争。其次，美方不负责任的行为反而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使得台海局势不断升级。美方的政治干预不仅会加剧地区的安全竞争，还可能损害中国的国家尊严和安全利益，导致更加紧张的台海局势出现。但目前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实际上，美方一直在扮演火上浇油的角色，
而不是置身事外。美方对台湾的武器销售和对台军事支持，不仅加剧了两岸紧张关系，而且会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利益，使得中国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安全利益。一旦大陆解放军出手，就是雷霆一击，美国陆军甚至没有和解放军对决的机会，其海空军就将被解放军重创。现在，美军干涉台海的能力正在逐步退化，所以说目前的台海问题从长期来看于我有利。因此，大陆和台岛应该冷静应对，通过对话和合作来解决问题，避免将争端升级为军事对抗，促进和平统一。而美国及其他域外势力则没有资格对台海问题指手画脚。